继美日韩防长在上周进行电话会议后，三国外长又齐聚夏威夷，重点就朝鲜半岛问题进行协商。此外，三方在应对所谓亚太安全威胁方面达成一致，并在联合声明首提台湾海峡。对于美方以所谓中国威胁为借口大搞印太战略，外交部回应称其居心不良，来者不善。当地时间上周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溶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了2个多小时的会谈。除乌克兰问题外，三方重点就朝鲜发射导弹等事宜交换意见，敦促朝鲜返回对话，并同意提高遏制能力，从而使朝鲜实现全面无核化。不过，外界注意到，美日韩外长虽然以较为强硬的措辞谴责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进行武力示威，声称对此表示忧虑，但同时强调三方对朝没有敌对意图，重申了保持对与朝无条件对话的立场。我们看他们这次举行了3次会谈，是美日韩三方外长的会谈、美韩外长的会谈和日韩外长的会谈。从这3次会谈当中可以看出来，美日韩三方他们的核心关切是不一样的。那么日韩呢，它的共同关切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将朝鲜拉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它的核心关切呢，就是说我要求日韩在对冲中国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近来，朝鲜方面已多次进行导弹试射，仅在今年1月就有7次，涵盖了高超音速导弹、铁路机动战术导弹、远程巡航导弹等。尤其是朝鲜官方宣布于1月30号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火星12，射程据称高达4500公里以上，可覆盖日本全境和关岛美军基地。上周二，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新年以来的一系列试验是加强朝鲜战争威慑力的显著成就。声明还提到了朝鲜射程最远的火星15洲际弹道导弹，称朝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武器和先进导弹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一个通过导弹试验震撼世界来对抗美国的国家。对于朝方的行动，美日韩三国防长于上周4紧急通话，谴责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破坏了区域安全，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朝鲜半岛局势发展至此，事出有因。我们希望有关方着眼半岛和平稳定大局，重视朝方的合理关切，为重启对话协商做出切实努力，而不是加剧矛盾和对立。除了朝鲜问题，如何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也成为会谈焦点。美日韩外长在自2017年2月以来首次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在日趋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美韩及美日同盟在维系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必不可缺，承诺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安全合作。此外，日韩两国外长表示，欢迎美方的所谓新版印太战略，将在印太地区问题上进一步扩大合作关系。The Republic of Kore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ust do more together.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声明中还提及台湾海峡，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韩国媒体对此分析称，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海峡，显示出美国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牵制中国。而针对美国政府上周5公布的所谓印太战略报告中涉台消极内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一回应称，美方印太战略在涉台问题上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给台海和平稳定带来损害，我们坚决反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充当反华恶华棋子，必将以失败告终。可见他已经把台海问题提升了一个高度，提升到了区域稳定的高度啊！他要求这个区域内外的合作伙伴，包括日韩，来共同参与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议程当中来，所以是将这个台海问题更加泛化了。实际上，美日韩外长会之前，无论是布林肯在澳大利亚出席4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还是随后访问斐济，都重点推销美方的所谓印太战略。而在拜登政府刚刚发布的新版印太战略报告中，处处针对中国，宣称将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所谓掌控力。为实现这些目标，
交，拜登政府将在未来1到2年内展开10项核心工作，其中包括支持印度的持续崛起和地区领导地位，加强美日韩3边合作，扩大在太平洋诸岛的影响力，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兑现对4方安全对话承诺等。此外，美国还将扩大海岸警卫队在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存在与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以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借口，搞什么印太战略本身就是居心不良、来者不善。美方发布的所谓印太战略，说一套做一套，声称要推进地区自由开放，实际上却通过3边安全伙伴关系、4边机制构建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声称要强化地区安全，实际上却制造严重核扩散风险，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声称要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却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冲击地区多年来形成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对地区合作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复辟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所谓战略，毫无新意，更无前景，只会给亚太地区带来分裂和动荡，必将受到地区国家的警惕和唾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日韩外长在夏威夷会晤后发布联合声明，竟第一次强调所谓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您对此如何看？确实，继去年美日与美韩领导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分别破天荒地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后，这次美日韩也以3方联合声明的方式，破天荒地提到了台湾问题。我认为这背后发出的政治信号有这么几个。其次，在俄乌局势已经火烧眉毛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忙于召开印太战略4方安全会议，以及召开美日韩3国外长会议，并且专门把矛头对准了台海问题。这也就再度证明了美国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东欧局势，而是印太局势。而印太局势的核心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核心又是台湾问题。其二，美日韩实际上是在这份联合声明中做了一个战略利益上的交换，也就是美日以在朝鲜问题上照顾韩国关切的方式，换取韩国同意在台湾问题上照顾美日的关切。第三，美日韩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关注台湾问题，意味着美国不仅想将台湾问题区域化，或者说是印太化，而且意味着美国企图通过呼朋引伴的方式来共同介入台海局势。联合声明鼓吹美日韩3国将进一步深化各同盟安全合作，那么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要了解美日韩外长发表这份联合声明的战略意图，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当前美日韩3方在合作上到底还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缺就缺在美日韩同盟在应对半岛问题，美日同盟在应对中国问题时合作基本上还算顺畅，但是美日韩3国却始终无法捏合成一个整体来应对中国。这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韩国不仅在应对中国方面没有兴趣，而且在应对半岛问题上还需要中国的帮忙；二是因为历史与现实的领土纠纷问题，韩日2国始终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这就导致了无论美国如何努力，都无法将美韩与美日2个同盟捏合成一个大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并以此为核心来构建一个印太版的小北约。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美国不得不任其炉灶，准备以美英澳同盟为核心，重新打造印太版的小北约。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才企图通过这次美日韩外长会晤以及会后的联合声明来修补这个巨大的短板。而从这份声明中强调美韩及美日同盟在维系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必不可缺，3国将进一步深化各同盟的安全合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美方在这一方面再度取得了一些有限度的进展。我之所以说是有限度，是因为声明中仍然强调的是
美韩以及美日两个同盟各自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的作用，并没有提到要构建美日韩同盟以及发挥美日韩同盟的作用。美日韩在声明中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射行为，但同时又宣称对朝没有敌对意图，并愿意继续与朝鲜展开无条件对话。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认为这份声明中涉及朝鲜问题的那部分内容，实际上是三方各自迁就、各自妥协，或者说是照顾到了各自关切的结果。由于韩日认为朝鲜试射导弹直接威胁到的是他们的安全，所以美方同意在声明中谴责朝鲜。同时又由于美国在区内的战略重心是全心全意应对中国的崛起，他不希望半岛问题节外生枝，更不想主动去挑动半岛问题。所以韩日也就遵照美国的意思，在声明中宣称对朝没有敌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说法既是在安抚朝鲜，也是在安抚美国。至于声明中强调的愿意继续与朝鲜展开无条件对话，这背后真正的潜台词其实是不想跟朝鲜对话，想要继续冷处理半岛问题。因为朝美双方之前一直坚持的是有条件对话，朝方开出的条件是美国先解除经济制裁，而美方开出的对话条件，这是朝鲜应该先答应契合。而美方知道自己不可能答应朝鲜提出的前提条件，而朝鲜也不可能答应自己提出的前提条件，所以所谓的无条件对话实际上也就是一句空话，也是企图安抚住朝鲜的情绪。另外，美日韩还在声明中提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同意密切合作，遏制俄罗斯使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我认为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态，因为美国真正关心的既不是朝鲜问题，也不是乌克兰问题。同时，美日韩在遏制俄乌开战方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拜登政府真正希望韩日两国做的，是在俄乌一旦开战之后，跟在美国后面对俄罗斯实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而不是让韩日两国成为制裁阵营中的短板。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在俄乌之间穿梭外交取得一定成果，外界乐观预计乌克兰危机曙光出现之时，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对欧洲6国领导人再次预告俄罗斯将在本周3所谓入侵乌克兰。拜登还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外界观察认为，美方拱火的意味远超斡旋。本周，德国总理舒尔茨也效仿马克龙，分别到访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当面沟通，尽力避免欧洲重燃战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要求美方提供更多的军事和资金支持，以减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具体威胁。泽连斯基告诉拜登，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将向普京证明西方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拜登则重申美方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乌方新闻稿还提到，泽连斯基邀请拜登在未来几天之内访问乌克兰，但白宫新闻稿仅有4句话，且对泽连斯基邀请一事只字未提。还有白宫官员回应称，这种可能性极低。乌克兰高官也承认，在通话中，拜登本人也没有积极回应泽连斯基发出的访乌邀请。但乌克兰总统府发声明强调，拜登访问乌克兰将对稳定局势至关重要。现在乌克兰确实比较缺乏安全感，一方面呢是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的边境进行这个军事的施压，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是在开展这个信息战不断的来渲染这个战争的氛围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当然他很希望拜登能够到乌克兰给他一个正面的、直接的、积极的支持但是呢，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因为美国呢，他是想利用这个现在的矛盾来挑动局势
而不是说真心的要支持乌克兰。深圳卫视注意到，乌方邀请拜登在未来几天内访问基辅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因为拜登上周五与北约及欧洲6国领导人通话时爆出猛料，预告称俄罗斯将在5天之内攻打乌克兰，也就是2月16日。俄方立即辟谣称对此事闻所未闻，就连乌总统泽连斯基也不相信美国情报。他表示，如果任何人掌握俄罗斯从2月16日开始入侵乌克兰的补充信息，请提供给我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道中指出，包括英国高官在内的与会欧洲官员都对美国情报持怀疑态度，至少2名外交官表示并未决定接受这份情报。还有与会者指出，美方的情报具体到令人惊恐。事实上，美国情报部门近年来深陷政治化丑闻，专业性大不如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事后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也否认了2月16日的具体时间点。We cannot perfectly predict the day, but we have now been saying for some time that we are in the window and an invasion could begin, a major military action could begin by Russia in Ukraine any day now. That includes this coming week before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Of course, it could take place after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沙利文还表示，这一情报结论并非由美国独自得出。We're not putting forward this intelligence to start a war, which has happened in the past, Jake. We are putting forward this intelligence to stop a war. And I think that fundamentally gives it, at the outset, a different level of credibility. 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gathered through intelligence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ctive planning for this. And it's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it. We have our NATO allies stepping out and saying it as well, because they've been able to review that intelligence, assess its credibility, and reach the same conclusion we have reached. 采访中，沙利文甚至预测了战争场景。If there is a military invasion of Ukraine by Russia, it's likely to begin with a significant barrage of missiles and bomb attacks. Those are never as precise as any army would like them to be, and we don't even know how precise the Russian army would like them to be. So innocent civilians could be killed regardless of their nationality. It would then be followed by an onslaught of a ground force moving across the Ukrainian frontier. 受美方预言战争消息的负面影响，俄罗斯 MOEX 股票指数周一开盘后重挫4.99%。但莫斯科国防智库 PIR 中心研究员克瓦塔尔诺夫表示，他和在莫斯科的同行从未听说普京政府正在策划战争的说法。克瓦塔尔诺夫表示，俄罗斯公众和学者对现在西方炒作的入侵感到无法理解。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日在个人社交主页抨击美国擅长夷陵盗斧，总以莫须有的罪名栽赃其他国家，从而合理化自己的非法霸权行径。他表示，世界已经知道是谁一直在撒谎。众所周知，美国政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撒谎，为攻击世界各地的平民制造借口，希望美国统治集团不要再干昧良心的坏事，但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有良心。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六，俄美元首进行了超过1小时的通话，但双方各说各话。普京指责美方故意散播有关俄罗斯入侵的假消息，拜登则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果会很严重。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话是应美方要求开展的，但在美方抹黑称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歇斯底里的论调中进行，而且白宫的歇斯底里到达了顶峰。据白宫官员透露，这通电话是专业的和实质性的，但没有根本性变化，形势没有因美俄领导人这通电话而降温。其实在那一天呢，除了两国元首的通话，两国的外长、防长也是进行了通话，这在美俄两国的交往史上是很罕见的，一天之内这么频繁的通话。我想这说明啊，现在的局势确实非常紧张，双方呢都需要找到一个降级这个局势啊，那么防止兵戎相见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美国呢是希望这个俄罗斯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而不是说继续奉行现在这种战争边缘政策啊来进行军事施压。那么俄罗斯呢是希望美国给俄罗斯一个安全的保障，而不是说像现在这样继续的来挑动各方面的局势、各方面的矛盾，使局势来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方不断渲染战争一触即发，但在俄美元首通话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再次强调，即使俄乌开战，美国也不会出兵乌克兰。As I said also on Friday, if there is military action, if there is a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started by a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President Biden is not intending to send in American forces to fight Russia in that war.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玛格丽特则质疑，这是否是去年8月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给拜登政府造成的心理阴影。These loud warnings about Ukraine, about the need to get out, is this because of how the White House miscalculated the level of chaos around the U.S. evacuation from Afghanistan? President Biden said this week that he wasn't warned. It's totally possible that there are some Americans out there in Ukraine think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in Ukraine. And it's our obligation to indicate to them that that is not in fact the case, tha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nding a 20-year war in Afghanistan and sending American forces in to fight Russian forces near their border in a war in Ukraine, which the president is not prepared to do. So we are trying to dispel any no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deploy thousands of forces to Ukraine to fight in order to evacuate Americans. 事实上，与其说是外交斡旋，美国在俄乌边境危机上的参与更像是在拱火，这也令欧洲主要国家深感不满。继上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进行穿梭外交之后，本周一和周二，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将再次在俄乌之间开展斡旋。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梅尔尼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舒尔茨能够在乌首都基辅宣布一项价值数十亿欧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并支持乌克兰经济的稳定，并要求德国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分析指出，这样的要求显然令新上任的舒尔茨吃不消。值得注意的是，舒尔茨上周还访问了美国，拜登当面对舒尔茨政府始终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表示不满，并再次就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进行施压。德国广播电台指出，舒尔茨的访问加深了德美之间的裂痕。法德这些欧洲国家实际上是最不希望看到这个欧洲爆发战争的。首先，如果爆发战争的话，这个难民的问题以及他们家门口的这种地缘的动荡势必会威胁到欧洲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其次呢，欧洲这些年一直主张这个战略自主，那么如果说爆发战争的话，势必它对这个美国的安全的依赖将会重新的这个加深，那么北约这个组织也会得到继续的强化。那么最后呢，出于这个安全、经贸以及能源方面的这个诉求其实欧洲这些年一直在试图转圜和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法德这样的这个老欧洲的国家如果发生大战的话，那么他之前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周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解决乌克兰问题还是要回到新明斯克协议这一原点上。新明斯克协议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可，是各方公认的基础性政治文件，理应得到切实执行。各方应当通过对话和谈判，推动乌克兰危机及相关问题的全面解决。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不做刺激局势紧张、炒作渲染危机的事情。俄罗斯国防部上周六对外表示，在本国领海发现了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俄方军舰实施了相应手段，逼得美潜艇不得不狼狈逃离。而美潜艇偷偷摸摸到俄罗斯领海，试图侦测什么？俄罗斯到底对美核潜艇采取了什么手段，都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而实际上，俄罗斯选择在此时在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演习，本身就已经对美日释放出重要信息。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千岛群岛举行演习期间，发现一艘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闯入俄领海。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俄舰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实施了相应手段，逼得美潜艇不得不释放声呐诱饵，以最大速度驶离俄罗斯领海。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属于无畏级反潜驱逐舰，排水量高达8000吨，主要执行的是搜潜、反潜任务。俄海军还在多年与美国核潜艇的水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美国核潜艇水下声纹特征，因此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能够在美国潜艇没有上浮的情况下，准确识别弗吉尼亚级。俄海军的声明称，在发现美国核潜艇后，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首先使用水声通讯方式，分别以俄语和英语向该潜艇发送警告：你现在处于俄罗斯水域，立即浮出水面。在对方无视的情况下，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根据俄罗斯国家边境保护法采用合适的措施。它有2种情况可以，等于是警告他所发现的这个
美国的一个潜舰。第一种就是说比较激烈的手段，当然就在这个美军的这个潜舰附近发射一些类似像榴炮那么警告他，让他驱离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温和的手段，就是水下的这个声呐，主动声呐这样子去探测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专家观点称，在警告无效后，俄罗斯水兵需要让美国潜艇明白，它的确切位置的确已经暴露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下一步将被摧毁。按照俄海军的声明，在被俄采用合适的措施后，美国潜艇释放了自动推进目标分裂模仿器，也就是紧急释放诱饵，并全速驶离俄罗斯海域。今日俄罗斯称，事件发生后，俄海军的演习还在继续。这次事件也令外界联想到去年6月下旬，英国海军捍卫者号驱逐舰强闯俄黑海海域，在警告无效后，俄边防部队果断对其进行了实弹驱离，迫使捍卫者号短短5分钟后便匆匆驶离俄罗斯领海。事发后，俄外交部还公布现场照片和视频，让英方哑口无言。不过，对于潜艇遭俄方驱离，美国海军事后断然否认，甚至否认美俄海军有过接触。但美军发言人凯尔·雷恩斯承认，确实在国际水域飞行、航行、作业，并安全进行了活动。弗吉尼亚级潜艇是美国最具攻击性的核潜艇，具备极强的隐蔽能力，并依靠先进的传感器，具备很强的情报收集和监视能力。美国海军有19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装备有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但目前还不清楚具体哪艘潜艇卷入了这起事件。俄乌边境局势紧张之际，此次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演习背景也值得关注。根据俄东部军区发布的消息，上周一，俄海军太平洋舰队20多艘舰艇在核动力破冰船的引领下，穿越俄罗斯库页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这相当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过半兵力，包括2艘无畏级驱逐舰、2艘20380型护卫舰、1艘20385型护卫舰，以及其他数艘扫雷艇、导弹艇等。而俄海军舰队的目的地是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因此俄罗斯媒体认为这次俄海军的目标是日本。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曾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日本也将会采取对俄反制措施。因此，俄海军在冬季进行如此大的军事动作，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和警告。只要他的动作做出来了，对日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威慑。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起源还是在，岸田文雄这个要反制俄罗斯的这个话讲得太满了，所以引发了这个日俄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猜忌吧。而此次美军核潜艇闯入俄罗斯领海的当天，恰逢普京和拜登再次通电话，但双方并没有提到此事。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步步紧逼，近期俄罗斯也动作频频，相继派出图22M3以及图160轰炸机，在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上空附近巡逻，演练与白俄罗斯空军防空部队联合执行任务的科目。同时，俄还向边境部署了更多的战术战斗群。目前，边境地区的营级战术战斗群数量已经由60个增长到83个，另有14个营正在从俄罗斯其他地区向乌克兰边境地区进发。美国媒体估计，俄军在俄乌边境的部署总计超过10万人，同时在白俄罗斯还有3万名士兵部署。与此同时，北约则在中东欧国家不断加强军事存在，多国部队相继部署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除此之外，波兰和罗马尼亚还部署北约反导基地，爱沙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部署了北约空军基地，美军基地则主要部署到了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在波兰的美军人员高达5700人。虽然乌克兰并非北约国家，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几周持续向乌克兰运送了过1000吨武器。在大国之间爆发这种大型的战争是可能性是不高的。如果俄乌之间开战的话，整个北约卷入的话呢，然后东边再有这个美日的这个联盟，那这个事情可能真的就会变成世界大战。所以我想谁都不会去进行这样的一种测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冒险的行为。相关话题来连线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盛先生你好。
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已开始大谈俄对乌如何开战了，将以导弹与炸弹打响第一波攻势。那么您对此如何看？您怎么看美方言必称开战的取态呢？美国多次对外用兵，没错，但是美国也是欺软怕硬的。像对付那个拉美的小国格林纳达，那出兵一点不含糊啊；对付像阿富汗呐、伊拉克啊，这也出兵是吧？但是俄罗斯是什么样的？是世界上的一等军事强国啊！拜登说过，俄罗斯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啊！如果两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引起世界大战。普京也说过，如果是大国入侵，如果美国对他动手，那就应该说是大国入侵。俄罗斯没废话，就是用核武器来对付。俄罗斯那个军事理念很简单。另外呢，那个拜登啊，尽管是一再的强调那个什么要提供军事援助啊什么，但是最后这一点就是在跟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这方面，俄罗斯那个拜登是绝对是这个线是守得非常牢的，从来不会去考虑去越过这条线的。所以现在尽管呢嚷嚷得很凶，实际上呢并没有这个危险。再说美国军人在发动进攻性战役的时候啊，他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自己的兵力要6倍于敌人的兵力。那现在美国可能6倍于俄罗斯的兵力吗？不可能。美国在那儿也就部署了那几千人，嚷嚷了半天，什么一会儿送去了2000人，一会儿可能又要考虑派1300人，但是也连1万人都到不了，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大国发动攻势呢？但乌总统坚称战事不会打响。周日他还在与拜登通话时发出访问邀请，俄方也不断驳斥开战传言。那么您觉得这又如何解释呢？的确，这个事情非常诡异。当时的双方都说，我不想打你，对方呢也说，对，他的确没有那个要想打我的意思。恰恰是别人那个局外人倒是太热心了，鼓动他们两家那个打起来，说连日期都说得很清楚啊，16号可能动手。吵得最凶的当然就是那个离得最远的美国了。跟着美国吵得比较凶的就是安格鲁萨克逊的那个几个国家，英国啊，那几个别的国家欧洲国家呢倒不是吵，欧洲国家那么跟着美国一块儿撤退外交人员强调那现在有风险但实际上呢，欧洲也不愿意那地方打起仗来，因为一打起仗来，欧洲必遭池鱼之殃最希望那边有点动静的，那就是美国了。美国的早就有这个愿望了，就是要弄掉普京政权。那怎么弄掉呢？那就让这个俄罗斯在军事上疲于奔命，经济上越来越不行，外交上的受到制裁，那样呢，可以鼓动俄罗斯国内的精英对普京产生不满，也可以让民众对政权产生不满，那样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一次大选当中呢，就可能产生那个美国比较能够接受的或者受美国欢迎的这样的政权。美国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美国呢是千方百计的想维持那儿的紧张局势。还有呢，就是美国。特别是拜登，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他就搞出过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计策，就是对付他的敌国，像俄罗斯，叫离岸平衡。他美国自己少出人、少出枪、少出钱，让那个俄罗斯周边的敌国、不友好国家去对付俄罗斯，在那制造紧张局势。这个对美国有什么坏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美国呢希望在那维持这个军事紧张局势，所以呢美国在那不断的说俄罗斯要打你了，打你乌克兰了尽管人家自己没有这个想法对方也没有觉得有这个危险，但是美国呢不断的制造这个紧张局势。好的，谢谢盛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
香港第5波疫情持续，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一下午通报，香港新增207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052例为本地确诊病例，另外还有约4500例初步阳性病例。好消息是，香港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周二0点开始启用。火眼实验室可以24小时运作，预计将有效提升香港检测量。从周二凌晨起，香港马鞍山体育馆搭建的火眼实验室开始运作，将有效提升目前的检测水平。我们现在进入了体育馆内部，大家跟随镜头可以看到，火眼实验室已经充气完毕，气膜上印有火眼实验室、华大基因等字样和 logo。体育馆内呢，国旗、区旗高悬，非常的安静。这个火眼实验室就是今天晚上12点钟就启动了。我们这个实验室是上个星期一开始搭建起来，用了大概10个小时，将整个气膜都吹起来了。过去几天就将100台仪器搬进来，调高啊、调校啊等等测试。这个每天可以做10万单管。如果3分1的话，就每天可以做30万；如果5分1就是可以50万。所以这个增加了香港这个检测的通量很大。胡定旭还透露，第2套和第3套火眼实验室正运往香港，建成后将更有效地提高香港每日的检测量。我们还有第2套跟第3套火眼，这2天就会到香港了。如果香港政府需要，我们可以很快就搭建起来。但是我们的研究用这几个第一个火眼实验室了，所以第2个、第3个就真的需要中央的资源，深圳市政府很帮忙，真的。给了我很多便利。胡定旭说呢，借此机会感谢中央支持，感谢深圳市政府支持。他还透露，从深圳来的华大基因的工作人员将会与香港本地的工作人员一起在火眼实验室工作。那刚刚呢，我们在体育馆外路出境的时候，就有香港市民在旁边围观，看到深圳卫视的麦标之后呢，给我们送来饮料和面包，嘱咐我们一定要收下，说知道深圳就要来人支援香港了，心中非常的感动，相信有中央有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市民配合特区政府防疫政策，香港一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